太古时代，作为天帝的我为守护3界众生，独自对抗灭世大劫。然而我最信任的9个兄弟为求长生，在关键时刻从背后捅刀，遭受联合背叛，不仅瓜分了我的气运，还成为统治世界的9大仙王。我重伤后自我封印于神魔灵，化作一个痴傻的守墓奴隶，沉睡了1000年。1000年后，末法时代来临，灵气枯竭，9大仙王建立的9天仙宫成为世间唯一的主宰。他们修改天道规则，以凡人和低阶修士的生命为养料维持长生。紫阳真君为打开神魔灵，夺取地兵，屠杀青云宗满门，还想将其圣女洛清寒抓来血祭。就在洛清寒即将被割喉的瞬间，那个被所有人踩在脚下的哑巴奴隶突然觉醒。紫阳真君看到那个本该像烂泥一样的哑巴奴隶，正在泥泞中一点一点地抬起头来，原本的浑浊与呆滞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漆黑。而在那漆黑的最深处，有一抹金色的光芒正在疯狂旋转，渐渐化作一道古老而尊贵的符文。我看着紫阳真君，但没有发出声音。从我眼神中传递出的信息，却让身为一方霸主的紫阳真君在那一瞬间感到了一股从灵魂深处升起的战力。滚开！你说什么？紫阳真君几乎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感让他恼羞成怒。堂堂9天仙宫的真君，半步化神的境界，竟然会被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奴隶下蛊，找死！紫阳真君暴喝一声，甚至灌注了3成灵力，一股气浪以2人为中心向四周炸开。黑色的泥浆四溅，周围的修士们纷纷露出残忍的快意笑容，等待着那血肉横飞的花。洛清寒更是绝望地闭上了眼，不忍看那惨烈的一幕。然而预想中的碎裂声并没有响起，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我手臂虽然依旧枯瘦，上面的青筋却如同一条条苏醒的囚笼般暴起，呈现出一种暗金色的光泽，依然半跪在地上。但那原本佝偻的脊背，正在伴随着一阵阵令人牙酸的咔吧咔吧核爆鸣声，一点点地挺直。紫阳真君恐恐惧震，我缓缓抬起头，此时此刻，我脸上的泥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剥落，露出了下面棱角分明的脸庞。那不再是一张卑微奴隶的脸，那双金色的眸子冷漠的如同俯瞰苍生的神奇。3000年来，除了天道，没人敢踩姑的头。装神弄鬼！另一只手中的匕首再也顾不上洛清寒，蓝手化作一道利刃，直刺我的咽喉。这一击他用了全力，匕首上裹挟着紫色的浓烟，连虚空都被烧得扭曲。面对这必杀一击，我没有随意地握住了身旁那把秃了毛的竹扫帚。就在我的手指触碰到扫帚口的那一瞬间，一声苍凉古老的嗡鸣声骤然响起，这声音仿佛穿越了无尽的时空长河，带着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瞬间盖过了天地间所有的风声。紫阳真君的匕首在距离我咽喉半寸处凝住，不是他不想刺下去，而是他动不了。一股恐怖到无法形容的重力场瞬间笼罩了方圆100丈，四周那些看戏的修士们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手中的飞剑法宝便纷纷炸裂成粉末。紧接着，修为稍弱的筑基期弟子直接被这股重力压得趴在地上。紫阳真君保持着刺杀的姿势，整个人僵硬在半空，冷汗如雨下。他惊恐地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竟然完全凝固，仿佛遇到了天敌一般瑟瑟发抖。这是什么力量？老伙计，让你蒙尘了。随着我这句话落下，那把破旧的竹扫帚表面开始皲裂，剥落的竹皮化作齑粉飞扬，露出了里面漆黑如墨的本体。那是一杆长戟，戟身布满了斑驳的铜锈，但在铜锈之下，隐约可见繁复深奥的太古神纹正在逐一亮起，流淌着岩浆般的赤红光芒。荒天战戟曾伴随荒天帝征战诸天，引过99位魔神之血的无上帝兵。我单手持戟缓缓站直了身体，这一刻，我的身形明明没有变化，但在所有人眼中，我却仿佛变成了一座接天连地的高山，巍峨的让人窒息。神魔灵开始震动，大地深处传来了沉闷的轰鸣声，就像是有无数沉睡的巨人在地底翻身。那扇紧闭了1000年的神魔灵大门，在这一刻竟然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缓缓裂开了一道缝隙，一股浓郁到近乎实质的太古苍古之气。地位？不可能！世间已无大帝，这是哪里来的地位？紫阳真君距离我最近，感受也最深，他的膝盖开始打颤，那是一种源自生命层次的压制。你到底是谁？我是9天仙宫的真君，你敢动我，仙王大人绝不会放过你！听到仙王2字，我那毫无波动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嘲弄的神色。仙王，一群窃取天道的家子，也配称王？话音未落，我没有任何花哨的反应，没有任何炫目的光芒，只是简简单单的挥动了手中的战戟。这一回，如同开天辟地，一声轻响，紫阳真君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整个人便在这一击之下，直接化作了一团血，连同他的元婴、神魂以及那把淬毒的匕首，全部在这一瞬间被抹杀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天地间瞬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张大了嘴，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招，仅仅一招秒杀半步化神，这还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哑巴奴隶吗？这简直就是一尊从地狱爬出来的杀神！鲜血溅射在我的脸上，我连擦都懒得擦，转过身看向被惊呆了的洛清寒。此时的洛清寒看着眼前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背影，脑海中一片空白。我手中的战戟轻轻一挥，捆绑在他身上的缚灵锁链应声而动。水很好喝，
说了第一句也是唯一一句温和的话。随后，我转过身面向那数千名早已吓破了胆的修士，面向那灰暗苍穹之上隐隐雷动的酒田，我将战戟重重地顿在地上。轰！一道赤红色的光柱冲天而起，直接击穿了那层灰黄色的云层，露出了后面漆黑深邃的星空。我抬起头，金色的眼眸中燃烧着两团不灭的火。无名陆沉渊，今日起，神魔灵禁地，擅入场的死。更有，谁准你们惊扰孤的沉眠？随着最后一个字落下，神魔灵大门彻底洞开，无数身披残破战甲、手持断戈的枯骨亡灵整齐划一地从陵墓中走出，在我身后单膝跪地，发出了震动苍穹的咆哮：恭迎天地归位！这吼声并非来自神灵，而是灵魂深处的震动，它穿透了肉体，直接在每一个人的尸海中炸响，震得那些修为低下的修士七窍流血，当场昏死过去。我微微垂眸，看着脚下那片跪倒的亡灵，眼神中闪过一丝恍惚，记忆的碎片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冲击着我。看见了曾经太古年间自己身披九纹金甲，站在云端之上，挥手间亿万天兵天将冲向域外魔神。听见了战鼓擂鼓，名为天策府的兄弟们在出征前摔碎9碗淬强，眼前这些枯早已没了当年的英勇面容，眼眶中只剩下悠悠燃烧的灵魂之物。铠甲破损，兵刃卷刃。都起来吧。孤回来了。直到这时，那些陷入呆滞的修士们才终于回过神来。子阳真君死了！不可能！真君是半步化神的大能，怎么可能被一个扫地的哑巴杀掉？妖法，这一定是妖法！那扫帚是魔兵！九天仙宫的一名长老，名叫赤松子。子阳真君一死，他便是领头人，但他此刻哪还有半点领头人的威风？他的双腿在打摆，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如同看着罐头惊讶。别慌，大家别被他骗了。他就算再强，也只是一个人。刚才那一击，定是他燃烧寿元施展的禁术。他现在肯定是强弩之末。对，他只有一个人，我们有3000人，还有战阵，还有法宝，杀了他，给真君报仇，夺取帝兵。在赤松子的煽动下，贪婪和侥幸心理逐渐压过了恐惧。毕竟在当今的修真界，以多咬死像是常事，更何况那个男人手中的兵器，那把能秒杀真君的战戟，散发出的气息实在太诱人了。解阵，9天雷火阵！赤松子一声令下，数百名9天仙宫的精锐弟子立刻变到方位，手中的法剑齐齐指向苍穹，一道道紫色的雷光在空中交织，瞬间形成了一张覆盖方圆10里的巨大雷网。雷声轰鸣，电射狂舞，这是9天仙宫的镇宗大阵，号称能炼化万物，即便是化神期强者落入其中，也要脱一层皮。洛清寒跪坐在祭坛上，看着头顶那密密麻麻的雷霆，脸色苍白。他下意识地想要冲过来提醒我，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不是被束缚，而是我在解开他锁链的同时，随手在他周围画了一个圈，那是一个金色的光圈，看似薄如蝉翼，却将外界所有的威压、杀气、雷声统统隔绝在外。圈内风平浪静，圈外毁天灭地。他抬起头，看向那个站在圈外的背影，我没有回头，也没有看那天空中声势浩大的雷火阵，只是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弹了弹手中荒天战戟上的灰尘。强之末。我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随后缓缓抬起头，那双燃烧着金色火焰的眸光，隔着虚空淡淡的看了赤松子一眼。你们对力量一无所知，既然你们急着去陪那老头，那孤便成全你们。我语气平淡的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卑微。话音未落，这一次所有人看清了我的动机，但正因为看清了，才更加绝望。我没有施展任何繁复的法术，也没有调动天地灵气，只是单手握住战戟，对着那漫天雷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动作，横扫。荒天战戟划破虚空，带起一道漆黑的扇形彩影，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也没有绚烂的光影对撞。那张足以炼化山河的9天雷火阵，在那道黑色残影面前，就像是一张脆弱的蛛网。黑色的戟芒扫过，雷霆瞬间熄灭，阵法纹路直接崩断。紧接着是一连串密集的爆裂声，那是布阵的数百名9天仙宫弟子，他们的身体在同一时间僵硬，然后像是被戳破的气球一样齐齐炸开，鲜血混杂着碎肉如下雨般从空中洒落，一戟破阵，一戟屠百人。赤松子呆呆地站在半空中，脸上沾满了温热的液体，那是他亲传弟子的血。这就是太古天地的力量吗？这就是那个被他们欺辱了3年的哑巴扫地奴。赤松子双腿一软，竟然直接从飞剑上跌落下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想要爬起来逃跑，却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
我提着滴血不沾的战戟，一步一步向他走去。我的脚步很慢，每一步落下地面都会发出一声沉闷的颤响，像是踩在众人的心跳上。周围剩下的2000多名其他宗门的修士，此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有人尖叫着想要御剑逃离，有人跪在地上疯狂磕头求饶。数十道流光冲天而起，那是几个剑击得快的小宗门宗，试图燃烧精血施展血盾逃走。我连头都没抬，身后的亡灵军团中，几名身背残弓的骷髅弓箭手，默默地摘下了背上的长弓，弓弦拉满。虽然没有箭矢，但周围游离的死气瞬间凝聚成一支支黑色的火箭，弓弦震响，天空中那几十道逃窜的烛光，像是被击落的大雁发出一声惨叫，直挺挺地坠落下来。每一具尸体的眉心都插着一支正在缓缓消散的黑色舞箭，精准、冷酷、不留活口。这就是我的风格，既然动手了，那就杀绝。我走到了赤松子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个刚才还叫嚣着要夺取帝兵的长老。别杀我！我是九天仙宫的长老，我师兄是仙骑族下的。一声轻响，我没有听完他的废话，手中的战戟随意往下一插，几尖穿透了赤松子的胸膛，将他像只蚂蚱一样钉死在地上。赤松子的眼睛瞪得大大，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死了，连一句完整的求饶都没能说完。我握住戟杆微微一戳，直接震碎了他的五脏六腑和元婴。然后我拔出战戟，目光扫视全场。此时的神魔陵前，原本喧嚣的数千人，如今只剩下死寂，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地面上早已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泥泞不堪。还活着的2000多人，此刻全部跪伏在地，额头死死贴着地面，连大气都不敢出。他们瑟瑟发抖，等待着这位杀神的审判。我没有理会他们，在我眼中，这些人与蝼蚁无异。我转过身，走向了祭坛上的洛清寒。随着我的靠近，洛清寒周围的那个金色光圈缓缓消散。洛清寒看着这个向自己走来的男人，我的脸上依旧带着几分病态的苍白，身上的麻衣依旧破烂，但那股气质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的我是尘埃里的鱼狗，此刻的我是云端上的神宗。但不知为何，洛清寒却并不觉得害怕，也许是因为那一壶水的情分，也许是因为刚才那个保护他的光圈。我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手上还沾着一点刚才战斗时见到的血迹。还能走了？声音依旧沙哑，但比起刚才对赤松子的冰冷，多了几分人味。却在起身时因为腿软踉跄了一些。我没有去扶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站稳，然后收回手，转身指向身后那座巍峨的黑色陵墓。我便迈步向神魔陵的大门走去。去哪儿？去拿回属于孤的东西，顺便教教这天下的伪仙，什么叫做规矩。清晨，第一缕阳光并未能照亮北荒最大的修真城池北寒城。这座城池雄踞在神魔陵以北300里，是连接北荒与中州的交通枢纽，也是九天仙宫在北荒最大的资源中转站。这里繁华而最美，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灵矿、灵草以及被捕捉来的凡人矿奴在这里进行交易。今日的北寒城气氛格外诡异，守城的甲士们惊恐发现，北方的地平线上涌现出了一道黑线。那黑线起初很细，像是一道潮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粗，越来越厚，直至遮蔽了半个天空。那是乌云？不，那不是云，那是漫天飞舞的黑色精气，是汇聚成海的死气。沉闷的战鼓声如同大地的脉搏，一下一下的敲击在所有人的心头。每敲一下，城墙上的防御阵法就随之震颤不已。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全城，北寒城城主金丹大圆满修为的赵无极慌乱地冲上城棚。当他看清眼前的景象时，手中的千里镜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只见城外10里的荒原上，一支沉默的军队正在缓缓推进，没有呐喊，没有嘶吼。这支军队由枯骨组成，最前方是身披重甲的骷髅盾，手中的巨盾连成了一道黑色的铁墙，后面是手持长戈的亡灵步兵，眼眶中燃烧着幽蓝色的红。天空中骑着古翼飞龙的幽冥骑士遮天蔽日，手中的骨矛散发着摄人心魄的寒光。而在大军的正中央，一座由9条巨大的白骨蛟龙拉着的黑色战车上，端坐着一个男人，他身披绣着金色荒字的黑色大毡，单手拄着那杆令天地变色的战戟，银发飞扬，金眸冷冽。在他身侧站着一位白衣染血、手持青剑的绝美女子，是那个魔头，那个杀了紫阳真君的魔头。赵无极感觉自己的牙齿在打颤。开启护城大阵，快把所有的灵石都填进去！向仙宫求援，快呀！赵无极嘶吼，一道淡蓝色的光幕升起，笼罩了整座北寒城。这足以抵挡元婴期强者全力一击的玄冰大阵，给了城内数十万修士一丝虚假的红安全感。战车在距离城门1里处停下，我缓缓抬眼，看着那座繁华却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城池，目光穿透了光幕，看到了城内那些衣着光鲜的修士，也看到了那些被锁链拴着，像牲口一样被售卖的凡人奴隶。这里就是9天的牧场吗？这座城是北荒最大的人设交易地，他们抓凡人去挖矿，挖死的就扔进炼尸炉，连魂魄都不放过。很好，我点了点头，眼中的金光化作了实质般的杀意。那便从这里开始，教教他们怎么做人。荒天法，重力崩溃。
没有什么绚烂的光影，只有纯粹的物理规则被改写。那一瞬间，北韩城上空的重力突然增加了整整100倍，那号称坚不可摧的玄冰大阵，仅仅支撑了不到半息，便如同脆弱的玻璃一样轰然破碎，化作漫天冰晶洒落。紧接着，恐怖的重力压向地面，城墙上数千名守城甲士瞬间被压趴在地上，唯独那些被锁链锁着的凡人奴隶，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毫发无损。那股恐怖的重力仿佛长了眼睛，特意绕开了他们。凡人，免跪！我的声音再次响起，修仙者。接跪！随着那个跪字落下，赵无极只觉得一座大山压在了背上，他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在了城楼的砖石上，膝盖骨瞬间粉碎，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我一步跨出，身形瞬间出现在城楼之上，站在赵无极面前。你不能杀我！我是9天仙宫过册封的，这城里有10万修士，你若敢屠城，便是与天下为敌。天下，这天下是孤打下来的，你也配代表天下？至于屠城，传孤法旨：凡手上沾染凡人鲜血者，杀无赦；凡参与人口买卖者，杀无赦；凡修炼掠夺功法者，杀无赦。其余人等废去修为，贬为苦役，修树神魔灵。这3条杀无赦，便是我在这个时代立下的第一条铁律。城外3000亡灵战将齐声应允，下一刻，黑色的潮水涌入了北韩城。这是一场精准的手术式清洗，亡灵士兵们冲进一座座豪宅，商铺开卖。他们虽然没有肉体，但对生灵的气息极其敏感，尤其是那种带有怨煞之气的修士，在他们眼中就像是黑夜里的活鬼。与此同时，洛清寒也冲入了城中，他的目标是城中心的奴隶广场，那里关押着上万名待售的凡人。看守他们的修士见大势已去，竟然想要杀人灭口，销毁证据，都去死吧！一名看守挥动屠刀，砍向笼子里的小女孩，青色的剑光一闪而过，屠刀断裂，那看守捂着喷血的喉咙倒下。洛清寒站在笼子前，他看着笼子里那些惊恐麻木的眼睛，手中的剑缓缓垂下。别怕，天亮了。那一刻，笼子里的小女孩透过铁栏杆，看到了天空中那个悬浮的黑色身影，阳光恰好穿过云层，洒在她的身上，给那漆黑的大场镀上了一层金边。在这一天，北韩城易主，10万修士，死伤3万，愚者尽皆被废。而那被压迫了数百年的凡人，第一次挺直了腰杆，拿回了属于尊严。我站在城楼之巅，将那面写着荒字的黑色战旗狠狠地插在了城墙的最高处。北韩城沦陷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传遍了整个修真界。这一次，不再是恐慌，而是愤怒，一种被侵犯的利益，被打破了潜规则的集体愤怒。中州天机阁，这里是修真界舆论的中心，也是9天仙宫的喉舌。随着太虚仙王的一道法旨降下，天机阁那块覆盖了半个天空的天幕投影，在所有的大城上空亮起。画面中并没有播放我解救奴隶、惩恶扬善的画面，取而代之的是经过精心剪辑这篡改的影像。画面里，北韩城血流成河，亡灵大军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画面特写给到了几个瑟瑟发抖的无辜兽。最后，画面定格在我那张冷漠如冰的脸上，一行血淋淋的大字浮现在天幕之上。即日起发布诛魔令，凡斩杀魔头陆沉渊者，赏仙器3件，封万户侯，天下正道，共赴北荒，除魔卫道。这一手颠倒黑白丸的炉火纯青，不明真相的世人被激怒，无数热血沸腾的年轻修士在长辈的煽动下，高喊着除魔卫道的口号，向着各大宗门集结。短短3天，一支由中州36宗、北荒残存势力以及无数散修组成的荡魔盟大军集结完毕，人数10万，领军者3位化神期巅峰的大手持仙器，气势如虹。他们并没有直接进攻北韩城，而是在距离北韩城500里的断魂谷布下了天罗地网。断魂谷是通往中州的必经之路，我若想挥师南下，直捣黄龙，就必须经过这里。北韩城城主府，我看着手中那份刚刚截获的情报，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笑。10万修士，荡魔盟，我随手将情报搓成粉末。一群被卖了还在帮人数钱的蠢货。洛清寒站在我身边，神色凝重。这次不一样，他们占据了大义名分，而且人数太多了。我们的亡灵军团只有3000，虽然不死不灭，但若是陷入持久战，恐怕大，谁拳头大，谁就是大义。至于人数，你知道孤当年为什么叫荒天地？因为孤所过之处便是一片荒。传令，全军拔寨，募断魂谷。既然想把那里变成孤的葬身之地，那孤就成全他们，把它变成一座真正万人坑。断魂谷两侧峭壁千仞，中间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此时，这条通道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修士连了，五光十色的法宝光芒照亮峡谷，各种防御阵法层层叠叠，将这里打造得如同铁桶。在峡谷上方的一座浮空平台上，3位身穿锦袍的老者正品酌灵茶，谈笑风生。这3人分别是天剑门的老祖剑尊、焚炎谷的谷主火魔，以及万法宗的宗主灵虚子。那魔头若是敢来，老夫的诛仙剑阵定让他有来无回。那是自然，我们10万大军在此，每人吐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他。何况还有仙王赐下的锁天困魔网，这次他插翅难飞。
就在三人互相吹捕之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不是乌云，而是风沙。一股黄褐色的狂风从峡谷入口直冲，带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干燥与荒凉。风沙吹在脸上，竟然隐隐作痛，仿佛在吸取人皮肤里的水分。来了！灵虚子放下茶杯，目光一凝，峡谷入口处，原本喧嚣的10万大军瞬间安静下来。在漫天风沙中，一支黑色的军队缓缓显露出身形，人数不多，只有3000，但这3000人散发出的死气，却硬生生地顶住了10万人的气势，甚至隐隐有压过之势。我并没有坐战车，而是骑着一匹由黑色煞气凝聚而成的战马，手持荒天战戟，独自一人走在最前方。魔头陆沉渊，福禄苍生，罪恶滔天，福禄滔天。今日我正道10万大军在此，还不快快下马受死？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这种打着正义旗号行苟且之事的戏码，我在1000年前就看腻了。10万人，这其中有多少是为了所谓的正义，又有多少是为了那3件献器和升仙名额？不论为了什么，今日你们既然站在了这里，便是选择了死亡。姑给过你们机会，但你不珍惜。既然如此，那就都留下吧。荒天领域，开！随着他一声低喝，一道灰色的光环以我为中心瞬间爆发开来，光环扩散的速度快得惊人，眨眼间便覆盖了整个段落，将那10万大军全部笼罩其中。下一刻，所有人都惊恐地发现，周围的景象变了，不再是熟悉的峡谷，而是一片荒凉死寂的捕战场。天空是血红色的，大地上插满了断裂的兵器，无数残破的战旗在风中哀鸣。这是我的本命领域，大荒无界。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灵气补充，所有修士体内的灵力都会以10倍的速度流失。这是什么鬼地方？我的灵力在流失！别慌，这是幻术，只要杀了他，幻术自解。面对这毁天灭地的攻击，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只是轻轻一夹马腹，杀！身后3000亡灵军团动，他们没有防御，没有躲避，而是像一群发狂的野兽，直接冲向了那漫天树火。亡灵们的身上燃起了诡异的绿色火焰，那火焰无视了飞剑的斩击，无视了烈火的焚烧。他们冲过火海，虽然身上的铠甲被烧红，骨骼被炸裂，但他们的速度没有丝毫减慢。这是不死军团真正的恐怖之处，除非将他们的灵魂之火彻底熄灭，否则他们就是有动机。双方终于撞在了一起，那是钢铁与血肉的碰撞。亡灵战将手中的长戈如同死神的镰刀，每一次挥舞都能收割一大片生命，而那些正道修士的飞剑砍在亡灵身上，只能溅起一串火星，根本无法造成致命伤害。更可怕的是，那些被杀死的正道修士，在倒下后不到3息，身体就会发生诡异的扭曲，他们的血肉迅速干瘪，皮肤变成青灰色，然后摇摇晃晃地重新站了起来，捡起地上的武器，砍向了昔日的同伴。恐惧彻底击垮了这支临时拼凑的大军。这哪里是除魔卫理，这分明是送羊入虎口。我骑着马在混乱的战场中闲庭信步，周围的喊杀声、惨叫声仿佛与我无关，径直走向那3个化神期老丑。擒贼先擒王。剑尊看着逼近的我，眼中终于露出了一丝恐惧。快，用锁天困魔网！3人联手祭出一张金光闪闪的大网，想要困住我。这种破烂也想困住姑？我伸出手，一把抓住了那张照下来的大网。那件号称仙器的法宝，在我手中就像是一块破布，被硬生生地撕成了2半。怎么可能？3人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逃。既然来了，就别走了。我手中的战戟猛地掷出，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贯穿了跑在最后的火魔。随后我身形一闪，出现在灵虚子身后，一掌拍在他的天灵盖上，灵虚子的脑袋像西瓜一样炸开。最后只剩下剑尊，他疯狂地燃烧精血，想要遁入虚空。你跑得了吗？我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如同地狱的丧钟，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将他从虚空中硬生生地拽了出来。告诉我，是谁让你们来的？是太虚仙王，饶命！我捏碎了他的脖子，将剑尊的尸体随手丢在地上，目光看向北方，那遥远的9天之上，10万大军已成溃败之势。这场所谓的围剿变成了一场一边倒的屠杀，而我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真正的敌人，那些躲在幕后的9大仙王，很快就会坐不住。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天黑了，不是夜晚降临的黑，而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任何光线的死寂之黑。原本悬挂在天边的残阳，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突然抹去，星辰隐秘，月亮消失，整个世界仿佛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墨水陵。我站在叹息之墙的废墟上，抬头望天，那种毛骨悚然的危机感，让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是一种比面对9大仙王还要恐怖1000-100倍的恐惧。怎么了？洛清寒飞身来到我身边，察觉到了异样。来了！我握紧了手中的战戟，指节发白。真正的大麻烦。话音未落，漆黑的天空中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那缝隙不是伤口，更像是一只缓缓睁开的眼睛。但这只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一片混沌翻滚的紫黑色雷浆，那是天道之眼。异端陆沉渊，逆乱阴阳，福禄苍生，罪不容恕。奉天承运，赐汝
天罚。随着这声音落下，那只巨大的紫黑色眼眸中突然射出了一道光。这道光不是雷霆，也不是火焰，而是一道道密密麻麻由法则符文组成的锁。天道枷锁，他们无视了空间的距离，无视了我的防御，甚至无视了我的肉身，直接穿透了我的灵魂。我发出了一声从未有过的惨叫，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无数根烧红的铁钉钉穿。那些锁链不仅仅是在束缚我的身体，更是在封印我的力量，抽取我的本源。手中的荒天战戟跌落在地，我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在了地上。我拼命想要站起来，天道不公！鲜血从我的七窍中涌出，这才是9大仙王真正的状态，所以直接动用了天道权限，修改了世界的底层规则。我眼睁睁看着那道毛光逼近，但身体动不了，灵力被封印，连召唤亡灵军团的念头都被切断。要结束了。就在那神圣之矛距离我眉心只有3寸，那刺目的光芒已经灼伤了我的皮肤时，一道白色的身影挡在了我的面前，就像是一只扑向火焰的飞蛾，利刃入肉的声音，在这个死寂的世界里显得格外刺耳。神圣之矛贯穿了洛清寒的胸膛，鲜血如同盛开的红莲，瞬间染红了他的白衣，也溅了我一脸。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定语。我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那个背，那么单薄，那么瘦弱，我的声音颤抖得不像话。洛清寒缓缓转过身，他的脸色惨白如纸，嘴角不断涌出鲜血，胸口那个巨大的血洞触目惊心，甚至能看到破碎的心脏在微弱的跳。他看着我，脸上却带着一丝解脱的微笑。我说过，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若死，我也不渡我。别怕，这次换我救你。不！什么狗屁天道，什么狗屁规则！如果这天要收他，那我就灭了这天。这一次不再是之前那种压制性的威压，而是一种毁灭性的、疯狂的，要拉着整个世界陪葬的暴虐气息。那些原本死死锁住我的天道枷锁，在这股暴虐的力量冲击下，竟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纹。天空中那只巨大的天道之眼似乎也感受到了威胁，紫黑色的雷将剧烈翻滚，想要降下更强的惩罚。我抱着渐渐冰冷的洛清寒，单手抓住了插在地上的荒天战戟。此时的战戟也感应到了主人的疯狂，竟然通体变成了血红色，表面浮现出一张张狰狞的鬼脸。我猛地抬头看向那只高高在上的天道之眼，你们都要给他陪葬。在那只巨大的天道之眼注视下，我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却又如此狰狞。怀里的洛清寒已经停止了呼吸，那具单薄的身体正在逐渐变冷，但他嘴角的那个微笑却像是一把烧红的烙，死死地印在了我的心头。我低着头，喉咙里发出野兽濒死般的呜咽。这声音起初很小，被雷声掩盖，但渐渐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狂躁，直至变成了震碎苍穹的怒火。你也配叫天？你也配审判部？燃烧那唯一能够让我重回巅峰的根基。为了复仇，那些原本坚不可摧、死死锁住他琵琶骨和四肢的天道枷锁，在这股决绝的毁灭之力面前，开始疯狂颤抖。在那只巨大的天道之眼，原本冷漠无情的雷将，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惊恐的波动。他似乎意识到，眼前这只蚂蚁真的疯了。他在燃烧地血，他想同归于尽，快杀了他！圣光尊者此时已经吓得面无人色，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我身上的气息正在以一种不可理喻的速度暴涨。如果不趁现在动手，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陆河出魔阵合击，6大圣使同时燃烧精血，汇聚毕生修为，6道炼虚期的恐怖光柱在空中融合，化作一把长达万丈的审判天剑，对着我当头劈下。这一剑足以切开这片大陆。然而，就在那审判天剑落下的瞬间，我缓缓抬起了头，头发已经从银白变成了触目惊心的血红，我的双眼不再有瞳孔，只剩下2团燃烧的黑洞。给我滚下来！我没有躲，也没有用兵器格挡，只是松开了一只手，对着那落下的万丈天剑，令人牙酸的金属扭曲声响彻天地。那把足以毁灭一国的审判天剑，竟然被一只血红色的手掌硬生生抓住了剑刃。圣光尊者等6人的眼珠子差点瞪住了，徒手接仙术，这还是人吗？我嘴角咧开一个恶魔般的笑容，手臂发力，那把完全由能量构成的天剑，竟然被他当成了实体兵器，猛地抡圆了，反手向着空中的6人砸去。巨大的能量反噬爆发，6大圣使甚至来不及瞬移逃走，就被自己合力凝聚的力量正面击中，3团血雾在空中炸开。那是在爆炸中心的3名圣使，连同肉身带元婴，瞬间被抹杀。剩下的3人，包括圣光尊者，虽然勉强祭出替死符逃过一劫，但也个个身受重伤。这就是你们的神通？太弱了！我的声音冷漠的不带一丝温度。我抱着洛清寒，一步步走向虚空，没有御剑，而是直接踩着空气，仿佛有一道无形的阶梯在拖着我。每一步落下，虚空都会留下一个血红色的脚印，久久不散。来到了奄奄一息的圣光尊者面前。此时的圣光尊者哪里还有半点之前高高在上的模样，惊恐地看着逼近的我。你不能杀我！我是太虚仙王的。伸出手像捏小鸡一样捏住了圣光尊者的脑袋，不是为了折磨他，而是为了确认9大仙王的具体坐标。圣光尊者发出凄厉的惨叫，七窍流血，眼球翻白，短短3息。原来如此，
都在天外天等着孤儿。他的神魂就被粗暴的撕碎，所有的记忆都被我掠夺一空。我低下头看着怀里的洛清寒，睡吧。手指轻点洛清寒的眉心，一道柔和的金色神光将他的尸体包裹，化作一颗金色的琥珀，收入了我的袖中乾坤。待孤杀穿这天，便用九王之血为你招魂。老伙计，最后一次了。战绩嗡鸣，似乎在回应主人的决绝。我抬头看向那只充满恶意的天道之眼，身形微蹲，全身的肌肉紧绷，如同一张拉满了大弓，体内的地血燃烧到了极致。荒天剑术，弑神一击！我冲天而起，这一刻，地面上的叹息之墙废墟，天堑江的江水，甚至整个中州的大地，都在这股恐怖的反冲力下剧烈震颤。我化作了一道逆流而上的血色闪电，直刺苍穹。天道之眼似乎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他疯狂地喷涌出紫黑色的雷霆，试图阻挡这个风舞。但在燃烧了本源地血的面前，这些雷霆就像是脆弱的猪尾。我势如破竹，连破33道雷霆封阻，眨眼间便冲到了那只巨大的眼睛面前。相比于那横亘天际的巨大，我就像是一根针，但就是这根针，狠狠地刺入了眼球的正中央。我怒吼着，双手握紧，猛地搅动，一声仿佛裂帛般的巨响传遍了整个三界。那只代表着无上威严的天道之眼，竟然被这一击硬生生地刺下了。紫黑色的天血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这血带有极强的腐蚀性，落在地上，瞬间将山川腐蚀成深渊。天穹深处传来了一声凄厉而愤怒的咆哮，那是伪天道意识受创后的哀鸣。但这还没完，这天既然遮了孤的眼，那便碎了它，给我看！在无数生灵惊骇欲绝的注视下，那覆盖了中州千年灰蒙蒙的伪天幕，竟然被那个用蛮力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长达万里的口。来自真正星空的星光顺着那道口子洒落人间，而在那裂缝的尽头，那遥不可及的天外天终于显露出了它的真容。那里并没有什么仙境，只有9座悬浮在虚空中的巨大祭坛，以及坐在祭坛上正如看死人一般俯视着下界的9大仙王。